大家好，我美克斯，订阅我让你变大师。保底 Day 3 15集已经过去式了。之前收藏家商人出来可以指定开特殊地形的时候，我就说之后一定是开特殊地形狂练的时代。有了特殊地形后，现在我要教的是怎么样保底第一天13到15等，并且拥有初始武器3级精装。有了以上两者的条件，无赖绝对是碾压一切。只有王城下水道的灵珠猎人是你的对手。如果你还不认识我，我的频道是专门制作精辟的游戏攻略影片。如果你游戏想要迅速变强，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就对了。当然，其实你不用一定要第一天13等以上，只是这样玩有额外的爽感而已。而初始武器3级精装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因为初始武器你可以透过遗物做固定的开局针对以及加强。绝大多数情况，初始武器都会比其他的精装来得更好用。所以 Solo 特殊地形最优的，我觉得是火山。再来是雪山，因为雪山也是第一天就能够快速15等，而且身上满满精装。其他像是影城还有森林也是很肥，但比较适合多人去玩，也对多人比较有效益。这次就先教大家怎么样透过火山地形稳定达成第一天高等级保底3级初始精装，全圣杯数收集。而因为先前的影片，很多观众还是会问无赖到底怎么玩，所以这期我也会着重在无赖的操作细节以及技巧上的解说。如果你还不熟，就来看我的影片，开始练习碾压一切的 Solo 之王无赖吧。首先来跟大家讲解无赖的强力遗物词条。这套打法最好的就是你不用再去赌遗物词条的随机性，所有的遗物都是可以直接购买或是解锁获得。要玩我这套双特大5跳劈吸血流。跟连连大卢恩一样效果的吸血词条是一定要的，这颗在打完不得其名后，小胡商人就可以购买。然后另外2颗，其中1颗一定要有加攻击力的词条，受攻击加攻击力这个词条是最好的，比记忆期间受到攻击加攻击力更具有全时的覆盖性。如果你2个都有不错的词条，那就2个都用；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就用追忆给的遗物。剩下一个，我推荐收藏家商人卖的双手护持加回金的这颗，或是新的永夜王鳄鱼给的这颗加处决伤害，还有处决加卢恩。因为无赖非常容易打出失衡，处决的频率非常高。虽然这个处决给的卢恩不多，但聊胜于无。重要的是他给你的处决伤害加成。当然，如果让我选择的话，我觉得双手护持加回金那颗比较强。还有一颗也是收藏家商人卖的，加特大武器攻击力的那一颗也可以选用。只是那一颗是黄色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好搭配。接下来你需要熟悉的是去图鉴那边打开武器图鉴，记得特大武器有哪些。行有余力，把大剑还有特大剑也记下来，因为这3类是黑夜君临里双武跳劈比较强的类别。特大武器优先选，因为只要1把就可以跟无赖的初始武器凑一对，立刻开始超强的双特大5跳劈吸血流。大剑和特大剑是以防你运气很差。1把特大5都不给你的时候的保险。然后不管你去训练场还是直接进实战，一定要练习跳劈的距离和手感。为什么一定要跳劈？因为跳劈除了伤害差很多以外，重点是跳劈给的额外的冲击力和削刃值。冲击力和削刃值是2个系统，冲击力影响的是你能够把敌人打出硬直，削刃值影响的是你能够把敌人打出失衡，也就是可处决的状态。而双特大5跳劈伤害、冲击力还有削刃都超高，通常敌人只要吃到第1下就会被打出硬直，他得吃第2下，而连续吃到2下跳劈，他就一定会跪舔。吃到处决后又要再吃2下跳劈，而且这时候你把前面吃伤害掉的血都吸回来了，这就是我这流派这么强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其实还有个隐性重点是，如果你单持或者双手护持无赖初始5的那个手感真的超烂，很难用，你用这个双特大5跳劈，完全可以改善这个稀烂的手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这个实战路线解说。我这场选用的遗物是以攻击为主的这套。火山地形开局会有3种随机位置，一是最好的，你可以直接从教堂那侧进入火山，由5下到底层，底层入口在这个位置。4就是灵魂气流旁亚人女王的那个位置，可以直接往下跳到火焰主教守门的第2层，需要节省时间的时候就直接从这里下去。接着我们看1的开局，实际 Day 1缩圈长怎么样。这个位置就是底层土龙铸造台，所以你 Day 1第一天第一次缩圈，只要没有缩到这里，都是可以保证你打完底层土龙把武器升级到精装的。缩圈完以后，王城也不会缩到，就可以转移阵地去刷王城。我们回过头来讲2的开局。
2的开局，你可以先去开大教堂或是要塞，拿时间钥匙，然后去开封印监牢，这样保底5级。监牢出的如果是熔炉的话，你可以6到7级。这个废墟有时候是大教堂或是要塞。3的开局直接先去开圣杯教堂，然后从这里进，往上走有一只地底亚人女王，这只很建议打，因为喷金装的几率很高。然后走到气流旁亚人女王的位置往下跳，直接去打第2层守门的火焰主教群。以下是实际亚人女王的地方，你往下跳的路线演示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就正式以1的开局演示解说。前面就是先清附近的营地，快速升到2级，接着直冲火山教堂。路上火殿旁有鹰击可以开，前面路上还会有只粪金龟，都可以顺路刷一下。这边就开局4瓶水，对我这个吸血流无赖来说，其实很够用了。这边开始打连续3只火焰主教，如果不是赶路，3只我都建议要吃，因为很好打又很肥，而且有几率会喷金装。这里因为我们等级很低，建议先把小怪清掉，不然被围殴很容易会死。接着就开始无赖正常连技，先跳劈一下，接续记忆吃招，触发敌物的被动增伤。你可以看到左上角我增伤图是叠了2层，再跳劈失衡处决，接2下跳劈，有精力就再跳劈。如果你精进，就用记忆吃招回击。2级毫无压力，简单轻松带走。这里如果出任何一把特道武给你，一定要优先拿，立刻起飞。可惜没有。这里我们打第2只火焰主教，一样跳劈起手，然后接记忆。身上有斗气的时候，就可以用加强版的记忆。这个斗气应该是一段时间受击就固定会有的。处决，这根棒棒其实可以考虑拿，因为我出血。出血经我实测打永夜人马很好用，人马的出血抗性很低。但这里我还是想凑特大双武，所以先选了真金。接下来这里就是守门的火焰主教群，大招这时候已经转好了，打群怪的时候大招就很好用。我们直接冲到中间，给他们好好来个一柱擎天，把他们顶到升天啊！这个大招动画全程都是无敌，然后在这个出租的一根周边所有的队友，包含你都有增伤 buff， 就是这根柱子往往卡的都是你自己，也很容易卡视角搞死你，所以要慎用。开大招以后，这里随便轻轻松松就可以打完了。好，这里终于出特大武了。这把腐败大斧就是，如果他刷的属性是别的属性就更好。这把刷的是火属，火山这里的怪几乎都是火抗，但基本上刷出任何一把特大武，你就要立刻用，是起飞的关键。这边这个火焰战争队有时间的话可以清一下，也蛮肥的。但这把因为没有一开始就出特大武给我，打的有点慢，所以我就跳过了。
这里先走左边，看看有没有刷粪金龟，没有。那前面那边如果没刷粪金龟的话，这里就一定会刷。土龙站一样，开头就先跳 P， 这里其实可以跳 P 2次，因为它这里要开龙车了，龙车只有记忆能够不倒，你就算开忍耐也会被撞飞，比较烦。打它只有个重点，就尽量不要踩岩浆，岩浆很痛，而且位置硬直。你看，这时候大招的缺点就来了，他的头直接塞进出的那根里，根本处决不到。OK， 这里处决它基本等于结束了，因为可以立刻再接跳 P， 轻松带走。增加双手各持的攻击，这个死掉可以拿。打完土龙直接9级，现在才第一圈刚说宣完。这里我做了第一个错误的决策，导致第一天没有办法14级。我选择升了腐败大斧。我这边原本的想法是要增加腐败值，尽快打出猩红腐败，然后搭配腐败增伤的10条，但后来根本没有刷到这一条。而且初始武器是从1级升到3级，跟这个2级升到3级相比还是有效益的多。所以通常的情况下，建议大家还是把初始武器升到3级。这个灵魂鹰建议大家之前一定要是满血的状态，不然很容易中途暴毙。下来立刻打反向那颗灵魂鹰，这样就可以直接飞回王城了。王城这边就直接先去清2楼，因为你下地下室，你不知道地下室会刷的是什么。如果是刷灵珠猎人的话，那等于说你就白跑一趟。2楼的话，基本上如果你是火山特殊地形，不大会刷山妖，大部分都是尸伤骑士比较多，很偶尔的时候会有熔炉骑士。但如果出熔炉骑士的话，你就可以保底14级以上，好一点的话就可以满级。尸伤骑士，你现在9级回来，带着双特大武，而且还有金装，那打起来是毫无压力，就跟切菜一样。但我这边我就要说，我待会又做了一个第2个错误决策，导致说我这一场连13级都没有办法有。那明明有13级和14级的录影。为什么还是用这场呢？因为主要是想跟各位说，怎么样去优化你的流程，然后你精简这些流程以后，你就能够保底13级以上。前面清群怪那些，然后还有选装备都太耗时间了，应该尽量直接去找这个尸伤骑士打。尸伤骑士一只就至少9600，
好，这里就是第二个关键决策失误，因为本来我的构想是现在缩宣可能来不及清王城顶楼的网，但其实这边清完这只石场骑士，应该立刻直接走我新的捷径，从这里上去直接打顶楼的网。这里我就先补一段怎么样走新的捷径，跳上顶楼，然后在9级的时候打顶楼的网。这段就是从2号位置开始，那个最远的位置开始，而且没有拿到双特大5，还是用初15的片段，依然是可以轻松的处理这个熔岩土龙。失衡 ，OK， 这里处决就结束了。这里很悲伤的，还是不刷我的特大5给我。清完这个顶楼的网以后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你就直接到那个前门那边去清那个老狮子群。清完这一群以后，你就可以保底13等了。那基本上，其实如果你前面快一点，这边再多清个2只的话，你就可以14等。这里我们再回到刚才第一天12等的网站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清顶楼的网还有个好处，就是因为它会给你火点。如果有火点的话，你就可以先把那时候的等级升起来，你就不会像现在只有9级。而且因为缩圈的问题，我现在的水身上的水很少。虽然基本上对于无赖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压力了。这个王室幽魂有个重点，就是尽量要在你没有记忆的空白期，要用忍耐去衔接，因为他如果出疯狗拳，其实还是很痛的哦。好，只剩1瓶水，但这瓶水也完全没有喝到。这个新的流程其实就是把无赖的西几楼完全发挥到极致哦。第一天你就是尽可能的去越级发育，用金装和等级去碾压这些。你第一天保底13等，那甚至有时候14等或是满等。那接下来其实你都没有什么事了。那 Day 2的时候，你再好好慢慢去收集教堂就可以了。剩下其实都没有什么好讲。那主要就是如果银城刷出了是熔炉。那你这场真的就可以爽了，因为无赖超好打熔炉，就是刷得很快。现在你基本上已经是保证通关了，所以地图上你只要不要太浪，爱打什么就去打什么。下水道如果刷灵珠猎人，这时候也可以打。
这里可以看到，其实前面主要真的就是差王城顶楼王的经验。这场已经算很拖很慢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在第2天一开始的时候就15等满等。剩下主要都是收集教堂，然后还有弥补我一开始的那个失误。那我要去把我的初15升到至少2级。我也懒得打矿洞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左下角那边有个村落，那个村落的商人会直接卖2级的锻造石。就是这个，其实他卖的那3个护符也都很实用。如果你护符还没满的话，可以买一下。OK， 这里路过，顺手收拾一下这个蜡鸡。这个蜡鸡其实完全不强哦，它就是很贱。你看它会一直躲到那个岩浆里面。那你如果追过去把它打出处决，你在那边处决的话，你就是中了他的当了。你很可能会在岩浆里面被他搞死，就跟网络上有些人一样啊，没实力只会嘴，最讨厌这种下流贱货。龙人士兵这边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你的目标瞄准要瞄他的左腿，不然你就会发现你跳劈常常会空挥，而且处决已经对到了，但是还是处决不到，锁他的左腿，一切就很轻松写意了。他这边要进2阶，直接用记忆或是大招式。这里其实一般会比较建议用龟颈肉，而不是用勇者肉块。但是因为我这场
减伤堆了蛮多的，所以就可以用勇者肉块。打这个永夜人马，开局可以2连跳笔。但他这场比较好动顽皮一点，他这个阵地是可以直接用跳去闪，那你在跳的同时，其实也可以搭配跳。这场是已经完全进入养老模式了，想闪的时候再闪就好。他这里要开始捆绑 play 了，用记忆就可以直接破。斗士大斧还有个缺点，就是它的距离会比那个魔像戟还有那个葛弗雷的王斧都要再短一些。但就算是没有斗气的记忆也可以直接破，所以无赖打人马完全不需要用雷鼠。OK， 这边他就要进入他的永夜模式的2阶。他2阶唯一要注意的招只有一招光束连斩。这个冲刺是老招了，无赖因为他的跑步还有翻滚那些都比较弱，所以你必须全程都要是加速跑。这里注意看他这个起手式，他要出光束连斩，先用记忆吃一段，再用忍耐衔接。那这个光束连斩，如果你没有用减伤或是那个韧性去吃他这招的话，很容易会直接被他斩死。这招空中丘比特白给招啊，跟连连的开化一样，其实你解除锁定一直往前跑，他就炸不到了。这里跑到他面前用记忆吃，主要是想要他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立刻的衔接攻击。用大招直接断大招，给我跪下！主角打完收工。